天花板漏水，正上方就是排水管，直接下針中管的幾率高達70%以上。嗨，大家好，我們今天來介紹頂板漏水，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邊漏水，剛剛不小心被油漆給擦掉，這個水紋到時候我會叫小編用照片呈現給你們看。這邊確實有漏水。很單純它就是一個頂板漏水，但是其實它的正上方是一支排水管。我們現在上去上面看一下，因為等一下我們要處理的方式會一直放水。來，小編妹妹照一下，這就是剛剛下面那個地方。我們等一下處理的方式一樣會用高壓灌注的方式，但是因為這個地方它卡到有一支排水管，所以我們今天會先放水，主要有幾個目的：一、驗證灌注成效，高压灌注有沒有成功封堵，直接看底下的水有沒有停止滲漏最精準。二、防止药剂塞管，管內有水持續流動，發泡劑若跑到管內也能稀釋掉，避免塞管。接着開始施工，一樣先保護能大不能小，不影響自己的動線為原則。鑽孔，它這個位置可能就是管，所以要非常的小心，盡量不要在这個水痕的正下方鑽，絕對可能會中管，可能偏一點吧，大概去模擬一下它管子的邊邊到底在哪裡。通常我在鑽這個我會帶着針，我會去試一下深度，如果深度已經大了，就盡量不要再往裡面鑽了，因為你每鑽一次，你風險就會加大。這個深度就已經夠了，我就不会再往裡面鑽了。這條隱隱約約看起來裂縫它應該不是裂縫，它應該是排水管接到柱子內的排水幹管。正常這個地方會比較薄弱一點，所以很多天花板的部分只要靠近這個位置的部分，我們大概都會猜到它應該就是排水管，因為排水管的底部的結構是比較薄弱的。混凝土地坪在埋設管線後，管線周邊的混凝土厚度相對的比較薄，整體結構的連續性受到影響。加上排水管通常會有轉角、接頭或穿過樓板，這些區域本身受力就不均勻，再經歷了混凝土乾燥收縮季節溫度變化、地震，或是當初建商施工時管邊倒實不完全，久而久之就會沿着管線邊緣產生細微的裂縫，時間一長，水自然就會順着管邊一路往下滲。那我們現在去放水，然後我現在下去鎖針灌料。第一次灌料，那个是跑进去的声音。对的，进入到它那個管邊的縫隙的部分。它現在從這個裂縫末端不要出來，因為我現在插這個是模擬它眼洞在這裡，我是往它旁邊去打，但是也不確定的。但是我能肯定這樣子可以中管幾率是可以降低。靠我的這個料去加壓進去之後，去跑它管邊的縫隙。如果你要跟它硬碰硬的話，就是照我們平常那種方式去打的話，可能就是準備要去找水電來維修管子。就通常我們抓這種東西我們上面會盡量就是有沒有看有沒有辦法放水，因為一可以觀察它有沒有漏水。第二次灌料，我們現在2次灌完了，現在是等後續的觀察。因為我們現在上面持續一直在放水其實它會濕的話，它現在就應該要濕了。但是等一下我會一直持續放水，我會放差半個小時左右。如果它這邊都沒有濕的話，那代表我們成功了一半。然後剩下的那一半呢，就是看後面的考驗。因為我們今天這半個小時的水，可能還不足以證明說它真的沒有漏水，可能就是靠後面的一些紅胎啦、大雨啦，或者主觀察之類。那剛剛無問題時，地基有擦來有擦啦。我那邊有變台機也不習慣沒問題，即可拆針清發泡。很多朋友會好奇，在這種緊鄰排水管的敏感區域打針，到底有哪些技術細節？這裡跟大家說明這次施作的3大技巧。一、鑽孔深度要做多少？一般常見的樓板厚度為15公分，我們鑽孔深度會精準的控制在3至5公分內。這個深度剛剛好，足夠讓我們的止水針頭的黑頭完全鎖入結構中。切記不能鑽太深，過度的深鑽除了極易打穿暗管外電鑽的高頻率震動也可能破壞周邊的混凝土，進而產生新的結構裂縫。2.
灌注針為什麼鎖到黑頭即可？鎖針時啊，只要確保黑頭完全進入結構並膨脹緊固即可。這樣子啊，才能精準的控制發泡推擠起點，確保我們發泡劑會在我們預期的縫隙裡面均勻的膨脹，達到最佳的止水效果。3. 上方的水要放多久？放水的核心目的啊，是利用流動的水流帶走或稀釋不小心渗入管內的微量發泡劑。因此，只要觀察到樓下的裂縫溢出來的發泡劑啊，已經呈現微硬固化的狀態，代表管邊氣縫已經成功的封堵。這時，上方的水就可以關掉了。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在住宅診斷中啊，排水管會發生漏水的3大核心原因與相對應的專業處理方式。1. 水管破掉，起因多為地震拉扯、裝修誤釘、誤鑽，或是管材老舊、脆化裂開。處理方式，這種情況啊，無法靠高壓灌注下去處理，必須請水電人員開挖、切除破損的管段，重新接上新管或管头。2. 管邊滲漏，起因管線周邊的混凝土打實不佳、熱脹冷縮或結構性微震產生的裂縫，水從管身及混凝土之間的細縫滲出來。處理方式，採用高壓灌注止漏工法。施工時啊，需精準的判斷水管的總向，避開啊管身的本體啊與管邊裂縫處斜向下針，注入發泡劑填補管外壁與結構間的細縫。3. 水管微滲，起因排水管接縫處有輕微的滲漏，水順着管壁外圍累積之後，並向下滴滴答答，在天花板啊形成一個明顯的圓形或環狀的水痕。處理方式可於管頭接縫處啊進行高壓灌注的止漏方式處理。今天這個案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排水管附近漏水，不代表就是管子破掉，也可能是管邊的裂縫或水沿着管線移動後才從其他位置滴下。所以處理漏水不能只看水源的位置，而是要先判斷管線的走向與真正的水源，再選擇正確的工法，避免漏水沒有處理好，反而把管線打破。如果你家也有類似的天花板漏水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感謝你的收看。